好，把粮食交出来！这是给我娘和弟弟的救命粮，你休想！啊！我的眼睛，臭丫头，我打死你！止下！这下完了，娘，女儿不孝。这里是水，这么多干净的水，竟然只是用来浇这些不能吃的花。凡间大旱，滴水四金，如此景象，绝非人间。难道我来到了仙界？民女云之下，侮辱宝地，求仙官恕罪。大小姐说的特聘顾问就是他，果然不拘一格。你就是小姐请来的人，跪着干什么？起来吧。说是能为主人家做事，民女感激不尽。想要留下，先看你的本事。跟我来。水神娘娘息怒，民女绝无冒犯之意。那只是个动态瓶，看来你真是从深山里来的。先去换洗，这是你的工作服。这料子轻若无物，滑不留手，莫非是传说中用鲛人眼泪织成的鲛人纱？别愣着了，去更衣室换上。跟我来。是嬷嬷。这仙达宝器果真神奇。这里是顾家的支户收藏馆，你的试用考核就是在天黑前完成 A 区的初步盘点和状态记录。按规矩，我需要向你说明考核标准。这里每一件都是孤品，任何一丝温湿度变化或物理损伤都无法挽回。上一位钻配顾问因为错用了一张酸性衬纸，导致这件宋代刻枝产生了不可逆的色变。他当天就被辞了。奴婢明白。这是数据终端，用于记录。如果无法胜任，诚心山房不会留你。仙家的宝贝虽好，但这养护的法子真是暴殄天物。此木性酸，最伤丝帛，不出3月，这茜草染出的绯红便要发黑了。此处水气凝结，虽有仙法控着，但百密一疏，湿气最易滋生霉斑。我让你盘点，谁让你擅自移动藏品的？回嬷嬷，奴婢见有几件宝物存放不当，恐有损伤，便斗胆。这是你写的？你还对这块残片做了断代？李教授，我发了张图给您，您看一下。这上面关于晚唐宝相花纹锦的工艺判断，这的确是我们刚发现的双面异色织法，而且从分析到修复建议，完全是大师级的水准，连我都要甘拜下风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奴婢的家乡世代都是织工。你被录用了，
从现在起，你是1级养护助理，薪资按华珍集团首席专家的标准查放，每月5万。谢嬷嬷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贵就贵？现在是新时代，可不兴这一套。先去休息一下吧。这仙界的日子真好，若能换些粮食带回去给阿娘和天佑，该有多好！我的，这是何方机关精怪？别过来！你这机关精怪，离我远些！瞎嚷嚷什么呢？刚得了表扬就一惊一乍的。嬷嬷，这东西它会自己动，还一直追着我。我当是什么呢？这叫扫地机，就是个打扫的机关罢了，不咬人。他听您的。好了，没事了。看你这吓得脸都白了，这胳膊怎么细得跟柴火棍似的，骨头都硌手。你这孩子是吃了多少苦？我没事。走吧，看你这样子，8成是饿昏头了。先别管打扫了，跟我去吃饭。这是仙界的琼浆玉液吗？这么多吃的。发什么愣？想吃什么自己拿，管饱。就是这么点，喂猫呢，身体都这样了，得吃肉。娘，天佑，你们还在家啃树皮，我却能在这里吃上肉。娘，天佑，要是你们也能吃上一口，该多好！这么多粮食也太可惜了，但那是仙家东西，我也不好乱要。把这些都丢了吧。怎么了，芷夏？这是什么？也要扔掉吗？它看起来完好无损。这是给贵客备的伴手礼，就是一些糕点。过了最佳赏味期，按诚心山房的规矩，不能再送出手，只能处理掉。在我们家乡，粮食就是命，这样好的东西倒了是要遭天谴的。罢了，这些留下吧。既然还没坏，就给你吧，别让别人看见。谢谢嬷嬷，您的恩情，知夏没齿难忘。请神在上，求您再发一次慈悲，送我回去。我娘和天佑，他们快撑不住了。回来了，我真的回来了，这不是梦。娘，弟弟，你们不用挨饿了。姐，你回来了！芷夏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吓死娘了！娘，天佑，我没事，你们别吃那个了，看我带什么回来了。好香，姐，那是天上的云霞做的糖吗？芷夏，你跟娘说实话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是不是去偷了县太爷家的东西？这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啊！
看看这甜点，比县太爷夫人的首饰盒还精巧。现如今连县太爷都不一定能吃上这一口，哪里是凡间之物？娘，不要，我没有，这东西来路干净，真的不是偷的。你还护着他，这是催命符啊！咱家是穷，但还没到要去偷抢的地步。说，你是不是动了给京城送去的贡品？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你告诉娘，谁家的姑娘能清清白白的拿出这种东西来？你是不是为了钱，把自己卖给哪个大户人家签了死契？娘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姐，我不吃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嘴馋了。你把东西还回去吧，我不想你出事。如果不给一个他们能相信的解释，他们不会放心吃这些的。娘，天佑，你们听我说，我掉进库朗岭那口竹井之后，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我发誓，真不是偷来的，更不是卖身换来的。傻孩子，那不是仙人，怕是井里的妖怪呀。我听说妖怪最会用金银美食诱惑活人，等骗取了信任，就会把你的魂魄吸走练功法。不是这样的。反正你不准再去了，我宁可全家饿死，也不能让你被妖怪害了。娘，您看，这是包裹仙果的宝布，妖怪哪会用这么好的东西？这布料比县里绸缎行最好的料子还顺滑。滴水不沾，这不是凡人能织出的东西。娘，什么叫天衣无缝？这就是。您信我，只要我肯干活，就能换来粮食。那你一个人在那边，千万要小心，别得罪了人家。我知道，娘，你们信我。下次我一定让咱们家的米缸满起来，让你们天天都能吃上雪白的米饭。姐，是白米饭，不是米饭糠吗？是白米饭。娘，你尝尝。果真是仙家宝贝，真甜。娘，弟弟，你们好好吃，我得走了。拿了仙家的恩赐，我不能偷懒。娘，天佑，等着我，白米饭，我一定能挣到，我一定要让咱们家的米缸满起来。检测到您在附近，需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来陪伴您的工作吗？谁？是哪位仙君在此？我是您的生活助手。主人，盒中可是藏了哪位书童或精怪？为何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？又怎么了？这是毛毛躁躁的，后面有狼在追你。嬷嬷，外面有个黑盒子，它会说话，里面关着人。瞎说什么呢？那是智能助手。好了，别一惊一乍的。来，正好教你点新东西。这个是冰箱，所有吃食都要放进去，才不会坏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们那里叫冰剑。这琉璃镜上写的都是这里面的吃食。天哪，这得是一个村子1年的口粮吧？如此一座梁山，竟无所无味。在我家，半个甘薯都要埋在床板底下才安心。这孩子
不会是被这么多食物惊呆了吧？厨房的东西你慢慢学，先从打扫开始吧。嬷嬷，是那个会自己跑的铁疙瘩。记性不错，就是扫地机。你看，它自己会干活，省心。检测到重点清扫区域，启动强力模式。他说话了，嬷嬷小心，他发狂了。傻孩子，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以前肯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奴婢老家穷，连年大旱，别说这种会说话的铁疙瘩，就连蜡烛都买不起。苦了你了，没事儿了，都过去了。以后有我呢，肯定让你吃饱穿暖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喝口水，缓缓。秦姐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大忙人吗？怎么还哭上了？是嫌我那辆保洁车上的东西太乱，把你累着了？这位姐姐，奴婢看您的工具摆放有些杂乱，想着帮您规整一下，方便取用。奴婢不是有意的。方便？我那套顺序用了3年，闭着眼都摸得到，你给我一通规整。我今天早上光找瓶吸肤液就找了5分钟。你是想在秦姨面前表现自己能干是不是？奴婢不敢，奴婢知错了，请姐姐责罚。春耀，行了，他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回头我教他。之夏，你去储藏室那边看看新到的部族要不要帮忙清点。秦姨，你也太护着她了，她就是个拼命三娘，什么活都抢着干，搞得我们其他人都在磨洋工一样，这不是乱了套了吗？她也是没办法，有什么没办法的？咱们这儿按时计薪，多干又不多以钱。我问过了，那孩子老家遭了灾，地里的收光全完了，家里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一个人跑出来是给家里挣救命钱的。他跟我说，长这么大，头一次见着白米饭管够的地方，看见肉都能掉眼泪。你说，他能不把干活当成天大的事儿吗？我刚出来那会儿，为了供我弟上学，也是什么活都干，生怕被辞退。我看他就像看见了当年的自己，都是苦日子里熬出来的，能帮就帮一把吧。果真的仙家宝贝，真实在。笨死了！你那小身板，想把腰折了不成？不知道用巧劲儿吗？王姐，起开，看着就来气。喏，推走吧。厨房多做的，还热着，赶紧吃了，别回头饿晕了，还赖我欺负新人。王姐来啦，饭吃完了。谢谢王姐，饭盒我洗干净了，这个给您提提神。傻丫头，这里是恒温恒湿的重地，按规矩不能带任何饮品进来。不过，还是谢谢你。我放远一点就是了。我妈怎么这个时间打电话过来？她身体一直不好。怎么回事？
在宫里弄坏了贵妃娘娘的舞衣，是要受重刑的。咖啡是我端进来的，王姐是为了我才。若是因为这事被赶出去，她可怎么活？嬷嬷，是奴婢的错。这傻孩子，知不知道这是多大事儿？竟然替我出头！秦爷，不是他，是奴婢不懂规矩，带了不该带的东西进这清净地，又失手打翻，玷污了宝衣，罪责全在奴婢一人。你可知错在何处？奴婢知错，奴婢愿意用所有的工钱来赔偿。赔偿？这套戏服是集团年度文化盛典的压轴之作。是顾老董事长生前启动的古运重光计划最后的心血，集团首席技艺师耗尽最后心血才复原出这一件孤品。他也是顾董事长纪念老董事长的唯一念想。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你毁掉的是一场盛典的核心，是集团几年的心血，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。秦姐，别信他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刚才接家里的电话，心里一慌，转身的时候撞倒了桌子，咖啡是我打翻的。这下他是看我快被吓傻了，才冲过来想帮我收拾，他是为了我顶罪啊！王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我！你闭嘴！你家里人还等着你寄钱回去救命，我不能让你替我扛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谁的错都不重要了。这件事太严重了，我管不了，只能上报董事长和大小姐，由他们处置。小姐，我这里出了件大事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是我的疏忽。这件衣服是我父亲纪念爷爷的念想，可现在，大小姐，你要开除就开除我吧，是我弄坏了宝物，雨之下，不，开除我吧，是我送咖啡进来的。不，你们甘愿为彼此担责，无私付出的心更珍贵。起来吧，我不怪你们了。在诚心山房，一件衣服，就算承载再多的心血，也终究是件死物。可你们这种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护着对方的心，却是活的，是再多钱也买不来的。记住，以后不论在何时何地，你们的膝盖不许再为任何人下跪。秦姨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是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我有办法修复这宝衣。草木灰能中和咖啡的酸，又不伤丝胶；蒸汽能让丝线舒长，把残余的灰水与污渍一同吐出来。茶叶吸味，举皮去腥，都是旧时绣娘传下来的法子。你这方法，我闻所未闻，连我请的修复专家都未必知道。从前我在大户人家当过差，见过有名的绣娘都是这么干的。那你刚才怎么不修复？吓死我了！我太害怕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之夏，你做得很好，往后你的工资翻倍。以后再下跪，我可要把你赶出去了。大小姐放心，奴婢再也不会了。那个云之下可真是好手段，故意等大小姐来了再修复，不就是想出风头吗？可不是，看着闷不吭声的，心眼儿比谁都多。我看那茶就是他故意弄洒的，好显摆他那点乡下土方子。你干什么？
两位这嘴上功夫比手上的功夫利索。王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诚心山房的规矩是管好自己的手，而不是嚼别人的舌根。之夏替我解围，那是他善良。你们要是羡慕，也学着做个好人。再让我听见一句，别怪我告诉秦姐，我看这里还容不容得下二位。之夏，跟我来，有个顶要紧的东西要开箱检查。好的，秦姨。华珍集团下个月有个文化展，这箱里是顾老先生收藏的一套名人信迹手稿，是压轴的展品。我们做个展前检查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这可是先生最看重的东西。这不是普通的美，倒像是古籍里记载的紫墨菌专石特制的竹浆纸。温教授，救命啊！顾老先生收藏的手稿出事了！你别急，慢慢说，把镜头对准手稿，我看看情况。紫黑色的结晶状霉斑，这种形态，秦管家，你们千万不要动它。任何物理或化学清理都可能造成永久性损毁。那怎么办？温教授说，你一定要帮帮我们，多少钱都不是问题，只要能修复。秦管家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如果我没看错，这是极其罕见的噬墨菌，专门寄生在一种失传的古法竹浆纸上。你看，它的菌丝会与纸张纤维和墨迹中的胶质物深度生。现代技术可以杀死霉菌，但无法在不破坏纸张结构的情况下将这些共生的菌丝剥离。您的意思是没救了？从技术上说，是的，能处理这种菌的古法配方至少失传200年了。我很抱歉。嬷嬷对我多有照顾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处罚。这紫墨菌，阿爹教过我如何用草药泡制药水来驱除。嬷嬷，嬷嬷，你先出去吧，让我想想该怎么跟大小姐交代。如果您信得过奴婢，我或许能试试。你说什么？你一个从乡下来的姑娘，怎么会修复这么贵重的手稿？嬷嬷，奴婢没有说谎，我刚才看过了，这手稿用的纸是特制的竹浆纸，而上面的霉斑是紫墨菌。这可是连文教授都束手无策的东西，你别是为了想帮我就胡乱揽事儿。这要是再出一点差错，就彻底毁了。我知道这事关重大，在家乡时，我阿爹曾是专门侍弄古籍的匠人，他教过我，对付这种紫墨菌，不能用寻常法子，必须用黄爆、白金皮捣碎，以美醋熬制成药水，小心浸忍，才能在不伤纸张的情况下将菌丝剥离。与其眼看着手稿腐烂，不如死马当活马医。你先拿这本最破的试试手，需要什么药材你写下来，我立刻让人去买。谢谢秦姨，我还需要一个石臼、一口小陶锅，还有干净的细毛笔。我马上去准备。
秦姨，都修好了。我在夹层里撒了些家父秘制的艾粉，能保这些手稿5年内再不生虫。云之下，你这手艺是神仙手段啊！这是比专业人士还要强。秦姨，奴婢修好了手稿，是不是能有一点赏钱，或者一些米面也行？家里等着米下锅，不用多，只要能让我阿娘和弟弟吃上几顿饱饭就够了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虎钝之处与原址微微一体，连墨迹中的胶质都稳固了。胆小怯弱的外表下，竟藏着这等行过奇迹的本事。为了家人，倒是个有担当的。你的手艺已经不是专家2字可以衡量的了。少爷过奖了。秦姨，通知财务，云之下的月薪从这个月起上调4000。是，少爷。另外，为表彰你这次的功劳，额外奖励你5万块，会和你的薪水一起发。5万，应该是5万铜钱吧？这都能买下员外爷家的土地了吧？还能给阿娘治病，让弟弟读书，先生大恩如同再造。奴婢愿为先生结草衔环，以报万一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在奴婢家乡，您这样的恩人，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给菩萨磕头是应该的。少爷，这丫头生在穷乡僻壤，可能还没融入大城市，您别和她一般计较。生在乡下，却有如此见识和手艺，将来一定能有一番事业。之夏，你很聪明，我带你了解一下新科技，你愿意吗？坐下，尝尝。少爷，这是……先压压惊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不是，太好吃了。奴婢只是在想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要是阿娘和弟弟也能尝到，该有多好。他所求的竟如此简单，又如此沉重。你的家人会尝到的。走，我带你去了解新科技。仙术？这不是仙术，它叫数字拓印，是一种能将讯息和影像跨越千里送到眼前的方法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方法，它能缩短距离，传递力量。只要掌握了方法，你就能用这里的力量去帮助你想帮助的人。想不想试试，让这江水流得快一些？少爷，不可！此物乃仙气所凝，奴婢凡胎俗骨，怕一碰就污了它，让它散了。碰不坏的，它只是光和影。他听我的话了。云之下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你不懂的规矩，但也有很多能帮你实现愿望的方法。只要你肯学，我会教你。学会了这里的方法，你就能靠自己的本事，让你想念的人过上好日子。之夏，先生说你修复手稿是天大的功劳，这是给你的5万奖赏，你收好。这难道是仙界的荷包，竟如此精致？多谢少爷，多谢嬷嬷。5万，有了这笔钱，
阿娘的腿就有救了，再也不用在阴雨天疼得睡不着。天佑也能进学堂了，他那么聪明，一定能当个有学问的人。我们全家再也不用挨饿了。钱呢？我的钱在哪里？竟然骗我！原来所谓的奖赏就是一张没用的卡片吗？什么仙家都是骗人的，阿娘一点也没弄错，我怎么会突然就得到这么多夸赞和赏赐？阿娘，我该怎么办？之夏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嬷嬷，求求你，有什么错奴婢都改，求你把这张卡片收回去，给我铜钱吧！你这孩子快起来，这是干什么？地上凉。我知道我手笨，不配得少爷5万铜钱的赏赐。您把这卡收回去，只求您发发慈悲，换给我1把米、1匹布就好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之夏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里面是钱啊，是少爷奖给你的，怎么是没用的卡片？这不是钱，这不是钱，是圆形方孔，撞在一起能当啷响的，是沉甸甸的。这卡怎么能是钱？我阿娘林秀英她腿伤的厉害，等着钱请大夫。我弟弟天佑还等着淑风去上学堂。我以为能救他们了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用这没用的卡片来骗我？傻孩子，没人骗你，这真的是钱，比你说的金子银子还好用。之夏，你看，这个叫银行卡，你去买东西刷这个就好了。就这小小一张卡里的钱，足够你买很多大米，给你弟弟上学了。你们还在骗我！我怎么也在大户人家侍奉过，我见过铜钱、碎银、金当、交子，根本没有这种钱币。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。之夏，怎么回事？先生，之夏他昏过去了。为什么？昨天不是好好的？他说我们用卡片骗他，不信这银行卡是钱，一激动就……不信是钱？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对钱产生这样的恐惧？你们骗子！之夏，这张卡也是我向你说的新科技的一部分，是我没有考虑你的难处，并不知你不认识它。如果你不信，我让秦姨带你逛逛超市，你就懂了。秦姨，你现在就带她去买米、买布、买她想买的一切，让她亲眼看看。是，少爷，我这就带她去。别怕，这叫自动门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天爷，这里是天帝的宝库吗？傻孩子，这里是超市，卖东西的地方。这是购物车，买的东西放里面，省力气。走吧，少爷不是让你亲眼看看吗？我们去买米。这么多米，这么多，这1斤米要多少文钱？这里不用铜钱，你看价签，这种米1斤3块钱。3块钱？先生赏我的是5万块钱，1斤米3块钱，
那能买900斤，不对，反正能买好多大米了。阿娘，弟弟，我能让你们吃饱饭了。那我能买别的吗？当然，你想买什么，指给我就行。王姐、秦爷，我想给阿娘和弟弟买点肉，就要这么一小条，够了。师傅，这块最好的五花肉给我们来一整条，都包起来。不，秦爷，太多了，太浪费了。听我的，少爷说了，让你买想买的一切，以后不用再这么省了。姐，你回来了！你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个古怪东西？之夏，你是不是在库朗岭上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还是遇上山匪了？快扔了它！阿娘，天佑，别怕，这不是什么坏东西，这是仙界给我们的赏赐。姐，这是什么？一个铁盒子。之夏，你别是被人骗了，拿这些没用的铁疙瘩回来。阿娘，这可是仙界的宝贝，叫开花肉。好香，姐，这就是肉的味道吗？啊，这也是米，怎么硬的跟石头一样？之夏，够了，这一把米都够咱们家喝3天的稀粥了。阿娘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喝稀粥了，我们顿顿吃肉，吃大米饭。阿娘，天佑，快吃！香，真香！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，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阿娘，多吃点儿，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和肉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家再也不用挨饿了。慢点儿，慢点儿吃，锅里还有呢。没人跟你抢。姐，这肉它没有筋，碰到舌头就化了。这米比李正家过年分的陈米还软糯100倍。喜欢就多吃点，以后我们顿顿都有。之夏，你在外面受苦了，你多吃点补补。娘，我在主人家里顿顿都能吃饱，您身子弱，总咳嗽。才该多补补。想起前年大旱，为了活命，咱们只能煮树皮吃，嚼的牙都要掉了，也咽不下去。哪里敢想，咱们家还能吃上这样神仙吃的东西。娘，别说了，都过去了，过去的日子都过去了。我跟你们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不光如此，我还要让阿佑进学堂念书，考取功名，还要把娘的咳病彻底治好，长命100岁，让咱们一家人都住上不漏风漏雨的房子，穿最好的棉衣。哥，有肉，是从那户飘出来的。哟，这不是云家大姑娘吗？几天不见，家里都飘出肉香了，这是走了什么好运道？陈二狗，你来做什么？瞧你这话说的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闻着味儿过来关心关心你们嘛。
前几天还穷得揭不开锅，今天就吃上肉了。知夏妹子，你莫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营生，冲撞了山神，才得了这不义之财？你胡说！我女儿不是那样的人！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也不跟你废话，你这些东西来路不明，恐会给村子招来灾祸。今天我替李正把这些东西收了，也算是为村子除害。这是我远房亲戚接济的，清清白白，你休想抢！亲戚，我看是哪个野男人给的吧？上，把那袋米给我扛走！爹教的擒拿手是用来保家卫命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些粮食谁也别想动。好你个云之下，还敢动手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李正那儿告你家藏红财来路不明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跟官府交代！快，把剩下的米和肉都搬到地窖里去，一点都不能留。呸！大汉3年，王家不养没用的东西，你们一家老弱病残，还想吃白食？王管事，求您了，再给我们点活干吧，什么都行。滚！再敢靠近我们王家，我就叫我侄子陈二狗打断你们的腿！拿着，这是王老爷最后的恩典。那皮子嚼得满嘴是血，也咽不下去。天佑，别吃！那种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绝望，我这辈子绝不想再经历第2次。把门锁好，陈二狗要是再来，千万别开门，躲进地窖里。知夏，你又要走？对，我必须立刻回诚心山房。娘，躲是没用的，只有我回去，才能带回来更多东西，才能让咱们家真正挺直腰杆。我要赚更多的钱，带更多的粮食回来。我要让陈二狗，让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，看到我们都得绕着走。我发誓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绝不让你们再经历那样的苦难。这备餐销毁流程开始。住手！你干什么？新来的？别动！这些食物都还好好的，怎么能就这么毁了？什么毁了？这是标准流程，宴会备餐超过时限，必须按规定处理。规定？可这些能救活好多人，就这么倒了，是要遭天谴的！天谴？现在是科学时代，食品安全规定，懂吗？别妨碍我工作，我这都是按流程办事。不，在下西村，为了一个发了芽的土豆，王家的管事就能把娘踹倒在地。他们怎么敢这么糟蹋能救命的东西？关掉。
之夏，你怎么了？大小姐，那些白米饭还有肉包子，全都到了，太可惜了。在我们那儿，有多少人为一口吃的卖儿卖女？你哭就是因为这个？我负责的文化基金会曾整理过一批关于近代饥荒的口述史，那些文字记录每一个字都浸着血泪。我读过一位幸存的老人回忆，他为了半个发霉的窝头，亲眼看着自己的妹妹被换走。我一直以为那只是遥远的故事，是一种需要被铭记的苦难，直到今天我才在你身上看到了那段历史活生生的回响。你没有错，是我们生活在丰饶里太久，忘记了对食物最基本的敬畏。这件事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你跟我来。小姐，您的天头痛又犯了。没事，老毛病了，把这份文件签完就好。小姐，别硬撑了，我马上叫王医生过来。神经血管痉挛，指标比上次还高。王医生，小姐这次疼的比以往都厉害，您快想想办法。常规的止痛药已经产生抗药性了，我先给她用一支特供的强效镇痛剂。效果甚微，小姐的身体对这类药物的耐受性已经到了极限。王医生，我这个病真的就没办法根治吗？小姐，您这个是顽疾，现代医学的手段只能缓解，无法根除，除非什么？只要有办法，我们都愿意试。古代医案中曾有记载，有一种名为月下霜的特殊菌类，对根治此类顽固性头疼有奇效。月下霜？月下霜？那我们马上去找，不管多贵都要买到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种菌类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，只在未受污染的原始森林中、特定气候下才会出现。随着近百年的环境变迁和栖息地破坏，生物学界早已确认，月下霜在自然界中已经灭绝。灭绝了，看来以后重要的文件都得提前找人备好代签授权了。月下霜，那不是我们那儿喂猪都不吃的鬼魔头吗？小姐，王医生，之夏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先下去吧。医生，您说的那个月下霜，是不是一种长在烂木头上，下雨后才会出来，泛着白光的菌子？是的，但那又怎么样？生物学界已经确认灭绝的东西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因为我们那儿管它叫鬼馒头，在库朗峰深处有很多。小姑娘，别开玩笑了，全世界的植物学家都找不到的东西，你家后山遍地都是，那都是些普通的野菌，有些还有毒，可不能乱认。我或许能证明，我上次从家里跑出来，天黑在山里迷了路，当时害怕，就随手抓了一个在手冢壮胆，后来换上这里的衣裳，怕人误食，就用手帕包着，一直贴身藏着。看吧，我就说，这就是个普通的野山菌。小姑娘，你的心意是好的，但治病救人不能靠这个。医生，就看一眼吧，万一呢？
不可能，这个生物键特征峰，还有这个多糖结构，天哪！数据与华珍集团濒危植物数据库里的月下霜样本匹配99.8%，这就是月下霜，在植物学界，这等于发现了活的恐龙。小姑娘，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？就是在老家后山捡的。这东西在我们那儿漫山遍野都是，因为牲口吃了会闹肚子，连猪都不碰。他们怎么这么激动？小姐，这个东西性子烈，直接吃会伤身。我们那儿的老人说，要配上老姜片，用温火熬煮，头一遭的水得倒掉，才能去其毒性，存其药效。我马上去准备。小姐，这是我们那儿传下来的安神手法，顺着气血按一按，能让药效走得更快些。疼？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算不疼啊，真的没了。之夏，你真是我们顾家的福星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之夏这孩子心眼好，手也巧。秦姨，从这个月起，给之夏的工资再涨5000，以后山房里所有粗活都不用他干了，就让他做我的贴身助理，专门负责我的饮食和书房。5000？多谢小姐，奴婢我多谢小姐赏赐。5000，这么多钱，可以买好多好多大米和肉带回去了，还能给天佑买上好的纸和笔，让他去念书。太太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以后我的书房就交给你打理了，还有我日常的饮食都要你多费心。是小姐，我一定尽心尽力。小姐，之夏这孩子做事细心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这就是小姐最近总放在嘴边夸的人，不过是个乡野村姑。小姐，这是后勤部送来的采购清单，请您过目。你就是云之夏，从一个做杂活的，摇身一变成了小姐的贴身助理，月薪5000，可真了不得啊！琳达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之夏是治好了小姐的病，这是她应得的。秦姨，我可没别的意思。我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他这么讨好小姐，难保不是有别的心思。之夏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亲自提拔的助理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不敢，小姐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丫头如此轻易就获得了您的信任，肯定是别有用心。秦姨，把医生的检测报告给她看。看清楚了，之夏献上的是已经灭绝的无价之宝，解了小姐的顽疾，这是她该得的。还有什么不服的吗？没有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胡说八道。你以后管好自己的嘴，出去吧。之夏，你做得很好，记住，从今往后你是我顾清怡的助理，代表的是我的脸面。这双手不仅能洗衣做饭，还能撑起家人的希望，更能赢得尊重。这么好的香雪梨，在我们那儿可是入药的宝贝，就这么糟蹋了。小姐，之夏，有事吗？小姐，那些香雪梨就这么扫了，实在可惜。奴婢，我想能不能把它们捡回来，熬成秋梨膏？秋梨膏？你还会这个啊？是，在家乡跟老人学过。这梨子润肺止咳，熬成膏子能存很久，对嗓子好。我还以为什么事，当然可以。庄园里闲置的点心房，你只敢用，需要什么跟秦毅说。多谢小姐。在做什么？少爷，我在熬些秋梨膏。秋梨膏，就是用院子里那些梨。是，我看它们都熟透了，烂在地里可惜。这东西能润肺，
正好给小姐养养身子。这要熬多久？还要1个多时辰，要一直搅着，不然就糊了。我来吧。不行不行，少爷，这怎么使得？这是粗活，会熏到您的衣服，而且站久了累。你去歇会儿。这个带回去一些，娘的咳症就能好些了。天佑正在长身体，也能当个甜嘴儿吃。这种遵循古法、耗时费力的手艺，本身就是一种奢侈。它承载的时间和心意，比任何工业品都珍贵。之夏，昨天那些被当成废料的香雪梨，一共出了多少罐？回先生，一共出了28罐，几乎没有损耗。整个过程除了梨，还用了哪些珍稀药材？成本如何？并无珍稀药材，都是些寻常的干姜、甘草，是古法配语，讲究的是火候与心意，不费什么钱。好舒服的香气，清甜不腻。这是之夏你熬的秋梨膏？是，小姐，用后院那些香辛梨做的，想着能给您润润嗓子。给我熬的？你真是有心了。快，让我尝尝。这味道太纯粹了，入口是梨的清甜，回味却带着草本的甘润，喉咙一下子就舒开了。哥，这比我以前喝过的任何东西都舒服。你昨晚也帮忙了，快再尝尝这成果。之夏，我不是让你给家里做，我现在代表华珍集团向你下一份正式的订单。订单？少爷，奴婢我不懂。首批50罐，用最好的包装，作为华珍集团中秋节最高规格的客户礼品。我的客户们不缺名酒珍馐，他们缺的是故事，是心意。这秋梨膏遵循古法，投入时间与心力熬制而成，这本身就是工业时代最难得的奢侈品。奢侈品？先生的意思是，我的手艺可以当成一门营生，一门能和华珍集团做交易的营生。若真如此，我便不再是只能领月钱的下人，我能靠自己为娘和天佑挣一个安稳的家。这绣法不是常见的苏绣或者香绣，倒像是古画里的铺绒绣。这梅花枝干的枯笔韵法，竟能用丝线表现得如此传真，奇了！这府里谁会做这个？先生订定首批秋梨胶的款项已经拨下来了，等这笔钱到手，就能给娘和天佑在村里换个不漏风的暖和屋子了。那是我闲时用废料绣的团扇，我就是做着玩的，怎么会到了大小姐手里？糟了，阿爹留给我的刮刀，我把它和扇子放在一起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大小姐难道发现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？大小姐，是我疏忽了，不该把私人物品留在这里，扰了您的清静。私人物品？之夏，这柄团扇是你做的？天哪，真是你做的！我研究了半天，这扇面上的梅花用的竟是披丝的手法，一根丝线劈成16股，才能绣出这种枯笔的质感。这种技法我只在博物馆的图录上见过。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大小姐，您问的是这个？是啊，这手艺太了不起了。这已经不是扇子，是艺术品。回大小姐，这是我们老家夏天纳凉时用的东西，村里姑娘们都会绣上几针，不值什么钱的。纳凉？不值钱？你知不知道，就凭你这披丝绣法和这构图，放到外面，那些懂行的人会抢破头。之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手艺
能变成一门生意。生意？对，你做的团扇比市面上那些流水线出来的东西精致100倍，独一无二的手工绣品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品牌。之夏，你快看这个，你看这柄扇子。大小姐，这扇子怎么了？瞧着还没奴婢用下脚料做的结实呢。这绣纹也是印上去的，一洗就没了。你再看看这个299块，299元一把。之夏，你的手艺比这好上千百倍。我想把你做的团扇放到我的雅集小沼里去卖。不行不行，大小姐万万不可！奴婢那些都是用废料随手做的，扇柄是竹园里砍的边角料，扇面是剩的生绢，不过是纳凉用的玩意儿，怎么能拿去卖钱？这不是骗人吗？这怎么是骗人呢？你不懂，现在的人就喜欢这种纯手工、有古法韵味的东西，这叫技艺，是艺术品。就你昨天那柄梅花团扇，那样的批丝绣法，那样的文人构图，标价200-300，肯定能卖火。200-300块，一斤大米才2块钱，一把扇子就能换100多斤大米。之夏，你别有顾虑，材料、工具都算我的，卖出去的钱也全都归你。你就当是帮我店里增加点独一无二的特色商品。大小姐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大小姐，既然您看得上奴婢的手艺，那我就先做10把试试。太好了，一言为定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准备最好的材料，真丝扇面、香废竹扇柄都用顶级的。娘，天佑，咱们家真的要有好日子过了。之夏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！我只是给了你一些普通的真丝和竹料，你竟然做出比我想象中还要美100倍的东西。大小姐谬赞了，是您给的料子好。好了，今晚8点准时开售，来，我们一起见证奇迹。这就没了？何止是没了？你看后台，3秒钟全部售罄。还有，你看这里已经有400多个预订单了。之夏，你成功了，接下来你做多少我就收多少。这是第一批的钱，我已经让秦姨帮你开了个户头，都转进去了。大小姐，这万万不可！怎么，钱不够吗？我马上。之夏既受雇于诚心山服，当以少爷和您的事务为重，岂能因私废公，整日只顾着做这些扇子？订单再多，之夏也不能接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你这小脑袋瓜里装的都是些什么老古董思想？谁说这是私事了？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在你修第一柄扇子的时候，我就以雅集小猪的名义，向集团的文化基金会申请了一个失传技艺复兴的专项扶持名额。专项扶持名额？现在我只需要把你的资料补全，为你设立的技艺师特别公休期就正式生效了。意思就是，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干任何山房的杂活，薪资照发，只需要专心致志地进行你的创作。这半个月，你就是我们华珍集团特区的首席制扇师。大小姐，奴婢何德何能？你值得。去吧，去做你喜欢做也应该做的事。
也是。天佑，小声点，去把娘叫醒，别吓着她。姐，这是什么仙界法器？这上面绣的花怎么好像在动？傻瓜，这叫团扇，是我用来卖的。之夏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些东西是……娘，娘，您看，这是团扇，是大户人家喜欢的东西。我听大小姐说，他们那儿的有钱人也喜欢这个玩意儿，所以我想好了，咱们全家一起干。我教你们怎么披丝，怎么构图，怎么落针。等我们交了货，赚了钱，就先把这漏雨的茅草屋推倒，盖一座青砖大瓦房，再给您买最好的药膏治腿，让您冬天也能下地走路。还要送天佑去学堂，让他识字明理，以后不做睁眼瞎。好，娘这把老骨头还能动，我这就把东西归置好。天佑，别傻站着，快把后院那块空地扫出来，明天就让你姐教我们理线披丝。姐，你看，我把所有红色的线都分出来了，快吧！天佑，你再看看，这2根线除了颜色，还有什么不同？天佑，你看娘，她做的活儿是让线活过来，你做的是让线死得更快。大小姐买的不是线，是光，这光就藏在每一根顺滑的丝线里。我们要是自己先把这光给磨没了，就跟卖一捧烂麻绳没区别了。姐，我错了，我以为快就是好。娘，我帮您，您教我怎么把线养得又白又亮。等交了这批货，咱们就把屋顶的茅草全换了，再扯几匹新布，给娘和弟弟一人做一身新衣裳。姐，我想用我赚的钱给你买根银簪子。糟了，沙臭！快进屋！这片地太脆弱了，一场风沙就能毁掉半年的收成。光靠我带回来的种子和肥料，治标不治本。仙家那里一定有能让沙土变良田的法子，我得去问问大小姐。之夏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！你怎么了？浑身发冷，脸色这么难看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奴婢没事，大小姐。只是昨夜在老家目睹了沙暴，奴婢被吓着了。沙暴？家里人没事吧？没事，但那声音总在耳朵里响，心里不大安稳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你呀，就是太把家人的安危放在心上了。来，看个东西，保你把烦心事都忘了。你看，之夏，我们又爆单了。可这么多，我自己是完不成的。小姐，
奴婢有个不情之请，奴婢可否带着阿娘和弟弟一起完成这批订单？小姐，奴婢家穷，但阿娘刺绣的功夫绝不逊色于我，请您给我一个机会。好，之夏，相信你，我给你转了一笔钱，一部分是定金，一部分是材料钱，需要什么自己去准备。少爷和大小姐对奴婢有再造之恩，奴婢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看来你已经想好了。做团扇的步骤，我娘和我弟弟手脚勤快，这些活计他们已经在老家练得熟了。他们做前期基础工作，我来完成后续的工程，这样节约的时间就能做寿礼了。我明白了，这是要正式把你家的那个小作坊运转起来了。这个模式太棒了，我完全支持你。大小姐，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啊？这么严肃？大小姐，我们那儿的土地10年久旱，贫瘠如沙，种什么都长不好。仙界不，你们这里可有办法让沙土变成良田？当然，治理土地现在可是手拿把掐。王教授，我有个朋友想咨询一下极端环境下的农业改良方案。先生安好，我们那儿的地又干又咸，种下去的粮食还没长高就黄了。这样，我教你个方法，去买一些我的老天爷，那是云家那块废地，怎么长出金子了？这不是咱们的庄稼，这穗子比我胳膊还粗，是河神显灵了吗？我前几日还看见云家大丫头往地里浇那种黑乎乎的水，今天就成这样了，这定是仙法。之夏，好孩子，你快告诉大娘，你这是用了什么仙法？丫头，你可是得了什么神仙的指点？三叔公、孙大娘，这不是仙法，是新的种子和新的种法，这叫金穗米。还有那边的紫杉薯，都是能在盐碱地里活，还能量产的宝贝。我知道，大家都想问我，这种子能不能分？分，当然要分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云之下今日在此，愿成立下西村合作社。合作社？没错，愿意入社的，我不仅分发种子，还会教大家如何配比土壤活化剂，如何耕种。等秋收了，咱们统一价格卖给山外的粮商，挣了钱按劳分配。我保证，不出3年，下西村家家户户都能盖起青砖瓦房，再也不用挨饿。不求青砖瓦房，能让村里的娃娃们吃上一口饱饭，你就是我们全村的再生父母啊！我等愿入合作社，全凭领事长安排。你说什么？被华珍的对手高价挖走了？还签了独家保密协议？偏偏是这个时候，下午那位最重食养的陈董就要到了。为了这个项目，华珍集团准备了1整年，要是搞砸了，所有心血就全白费了。少爷，什么事儿？出去！奴婢见您脸色不好，像是胃里不舒坦，就擅自去厨房用些边角料熬了碗养胃的汤，是我们老家调理肠胃的土方子，不金贵。您若是不喜，奴婢这就端走。
这是什么汤？回先生，就是些山楂、茯苓和炒过的米熬的。奴婢的弟弟身子弱，以前常给他做。山楂、茯苓炒米，这不只是汤，这是古籍里记载的和味饮。我只在宋代的食疗孤本上见过方子。之下，下午我有个极其重要的客户要见，他肠胃猝疾缠身，遍寻名医无效，只信古法食养。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就做这道汤，只要你能让他满意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先生的吩咐，奴婢遵命，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先生所托。好，你准备一下，陈董很快就到。顾董，你说的古法食养，我见得多了，不是花里胡哨的噱头，就是故弄玄虚的骗子。陈董，您先别急，我为您请的这位不是什么专家大师，但他的手艺绝对纯粹。就这一个小丫头，顾董，你是在拿我的健康和我们两家的合作开玩笑吗？陈董，请用和味饮。陈董，您不妨一试，若无效果，我绝无二话。项目的事儿任您处置。好汤，这股暖意，通体舒踹。我请了那么多名医国手，吃了数不清的药，竟都比不上你这一碗汤。小姑娘，你这手艺不是艺术，是人心。顾董，能有这样的人才在身边，华色集团的信誉我信了。合同拿来，我签。这个项目我投了。之下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先生，这太多了，奴婢只是帮了个小忙，万万使不得。拿着，你挽救的远不止这个数。不仅如此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诚心山房的临时管家，协助秦姨管理山房内所有事务。管家？先生，奴婢万万不能当。以你的能力，自然当得，就这么定了。奴婢，谢少爷。团扇的材料，加上要给村里带的米面布匹，少说也有几百斤，还要分好几处采买。若只派1、2个佣人去，怕是要跑断腿，还得分好几天才能运完。可若多派人手，山房的日常杂物又该如何是好？作为管家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。先生，奴婢正在为采买之事发愁，东西太重太杂，调配人手实在有些捉襟见肘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先生，这是给山房运化肥的机关铁牛吗？瞧着比马车还能装。这是为你准备的，它叫电动3轮货车，是你作为管家可以调配的第一项新资源。为奴婢准备，少爷这万万使不得。一个真正的掌事者，必须对自己的资源了如指掌。你若不知它能拉多重、跑多远，又如何安排采买计划？上来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掌握它。操作很简单，这个是方向盘，控制方向，右脚是前进，左脚是停止。你来试试，把那边那几盆空花盆运到暖房门口。少爷，奴婢把这宝物给刮坏了，奴婢该死。它是工具，不是贡品，有划痕，证明它在工作。现在想办法把它开出来。回到车上，方向盘向左打到底，看着屏幕上的后视影像，踩前进踏板，慢慢来。
先生，我会了，我真的会了。大小姐，我把知夏叫来了，他正准备开着那辆电动货车去为夏溪村采买东西。统统不行！我说的不是设计，不是面料，是灵魂，是这件衣服能不能替我替华章集团的文化基金会发言？年度论坛的主题是传承与新生，我需要一件能活过来的战袍，不是这些堆砌着昂贵符号的漂亮垃圾。大小姐，您别心急。怎么，连你也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吗？不是的，我只是看这些仙界的衣裳，她们很美，但她们不会说话。会说话，说得好。她们的确都是哑巴，没有一个能讲出我们想要的故事。大小姐，我或许知道一种能讲故事的、活起来的布料。真的，在我的家乡有一种织法叫霞光锦。用它做出来的衣服有朝霞和晚云的光彩。我见了全球最有名的设计师，他们给我看数据、看潮流、看廓形，没一个人能像你一样跟我谈故事和光。云之夏，我问你，你说的霞光锦，你能让它为了我的论坛重现于世吗？只要有最好的丝线和织机，我愿意一试。为了大小姐的善意，秦姨，通知下去，清空云之下接下来1周的所有工作，包括为村子采购。把蜥蜴的阳光花缝腾出来给他，他需要什么都用最好的，账单记在我名下。我等着看你的故事。仙界之物，色泽华丽，却少了活劲儿，如美人无魂，织不出流光。果然是死物，要织出流动的霞光，必须先用古法醒金，让这丝线活过来。清溪已经把华珍集团纺织实验室的全套设备都搬过去了，他为什么还在用这种最原始、最伤身的土办法？这样通宵达旦的用手去搓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秦姨，你炖1周燕窝给云之夏送去，劝他爱惜身体，也爱惜那些顶级材料，让他用智脑系统里的标准流程操作。之夏，这么晚了还没睡，少爷看到你还在忙，心疼你，让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多谢秦姨，也替我谢谢少爷。您先放着吧。先生还说府里有最好的设备，你何苦用手这样熬着自己？身体要紧啊。就快好了，我把这最后一道醒金的工序做完，这关系到整匹布能不能活过来，机器做不了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说不听？天啊，你的手怎么全是水泡？没事，这还叫没事儿？铁打的人也受不住啊，疼不疼啊你？做我们这行的，手上没几层茧子，织不出好东西，不碍事的。少爷，之夏手上全是水泡，可他就像感觉不到疼一样，还在那盆药水里揉搓那些丝线。我劝他，他说那是古法醒金，是让丝线活过来的最后一步，机器做不了。他说做他们这行的，手上没几层茧子，织不出好东西。罢了，他不干完不会甘心的。小姐，礼服做好了。这就是霞光锦。你的手
奴婢没事，只是唤醒丝线的一点代价。我的天，这件衣服是活的！这光泽，这流动的云彩，秒杀华珍集团典藏馆里所有的大师孤品。今晚的论坛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小姐，万万不可！奴婢身份低微，怎能去那种场合？你不是奴婢，你是这件霞光锦的创造者，是我的首席制造师。今晚，你是我最尊贵的客人。清溪说的对，这件作品的制造者必须在场。秦姨，去把我衣帽间里那件月白色的备用长裙拿来，再请家庭医生立刻过来，为之夏处理伤口，用最透气、最美观的医用纱布重新包扎。是，大小姐。天啊！快看顾大小姐那件礼服，那光泽，像把流动的晚霞穿在了身上，不可思议！你看那云纹，随着它走动竟然在变换。这不是任何已知的高定品牌，是哪位隐士大师的作品？顾大小姐，你这件礼服确实惊艳，不过这种流光效果恕我直言，倒像是在织物里嵌入了某种微型光纤技术。您说笑了，华珍集团从不屑于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，是吗？可据我所知，纯粹的织造工艺，物理上不可能达到这种光随影动的视觉奇观，除非是某些失传已久的传说。各位都是行家，一件作品的价值在于其工艺的真实性，如果只是科技噱头，那恐怕就贻笑大方了。这件作品的诞生并非魔法，而是源于一种我们几乎遗忘的直觉。这是用手在处理丝线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丝线，这是用古法醒金工艺处理过的丝线，它的每一根纤维都被重新唤醒了生命，所以才能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不同的光泽。古法，小姑娘，你在讲神话故事吗？这不是神话，而是即将被载入史册的记忆。华珍集团将即刻启动程序，为霞光锦及其醒金工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。而这项技艺的唯一继承人与创造者，就是这位我们的首席制造师云之夏小姐。顾少，顾大小姐，这件霞光锦我愿意出双倍的价格为我太太定制一件。双倍算什么？只要能拥有这样的艺术品，价格不是问题。请务必引荐这位云之夏大师。霞光锦，老夫研究织造史60年，只在残缺的古籍中见过这个名字。年轻人用一个传说来包装新工艺，未免取巧了些。黎大师，久仰，是否取巧？您不妨近前一观。越摩擦越鲜亮。这不是光纤，这是丝线本身在呼吸。视频里那古法是醒金，古籍里只提过一笔的醒金之法，竟然是真的。黎大师好眼力。顾董事长，顾大小姐，老朽不求这件衣服。这是我师门传承100年的悬丝令，见此令如见祖师。老朽愿以此令换取醒金之法的传承，只求不让这门手艺再断绝于世。
各位，华珍集团授予了他首席制造师的头衔，但这远不足以定义他。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工匠，更是一段失传历史的承载者。他就是行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他的名字叫云之下。云之下大师，老朽的请求，还望您能应允。黎大师，您的诚意我们感受到了。这枚玄司令的分量，华珍集团更是敬重。正因如此，醒金之法的传承不能如此草率。它不仅是之下的个人记忆，更是我们刚刚向世界宣告要守护的文化瑰宝。顾董事长，我正是此意，我绝无私心，只为传承。我明白。所以，华珍集团将成立专项小组，探讨醒金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方案。届时，我们必将第一个登门拜访，邀请您作为首席顾问，共同商议。您看如何？顾董事长深明大义，是老朽唐突了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云大师，请务必为我妻子定制一件霞光锦，价格不是问题。顾董事长，我们品牌愿意出8位数，买断霞光锦夏季的独家合作权。太险了，差点就被人群淹没了。少爷、小姐，之下，你们这是怎么？秦姨，通知下去，东院那栋独立主楼从今天起就是云之下小姐的专属功夫。是不是之下的手艺火了？往后你是霞光锦的创造者，是华珍集团的首席制造师，你值得这一切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大小姐。奴婢，不，我一定倾重所能，绝不辜负你们的知遇之恩。哥，事不宜迟，东院主楼的改造必须马上拿出方案。还有黎大师那边，我们承诺的醒金记忆专项小组也得立刻着手准备。是我，启动天宫计划最高优先级，目标诚心山务东院主楼，要求全球顶级建筑设计团队24小时内提交3套博物馆典藏级工坊改造方案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东院看看，你才是工坊的主人，你的想法最重要。之下，别怕，把这里当成你自己的地方。芝芝要放在哪里？采光有什么要求？染料和丝线的储藏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？克斯的织机要放在这里，光线要从织者的背后照过来，才能看清经纬的每一丝细节，这叫向光而织。这边需要改造，砌出独立的染房，染缸要用陶土的，下面要能走地火，保持恒温。还有存放丝线的库房必须用香樟木做内衬，防潮防蛀。先生，大小姐，您看，自从论坛会后，集团的公开邮箱，所有高管的私人通讯号全都被打爆了。不行，这样下去，之下还没开始创作，就要被这些订单淹没了。之下，你的第一件作品想为谁而做？不必理会这些出价，只遵从你自己的心意。我想为黎大师做一件。他愿意用师门信物来换取醒金之法的传承，不是为了占有，而是为了不让手艺断绝。这份心意，值得我用最好的霞光锦来回报。好，霞光锦工坊的第一件艺术孤品，就赠与黎大师。我这就去回绝所有商业订单，并亲自拟定邀请函，邀请黎大师担任我们醒金记忆专项保护小组的首席顾问。所有商业订单一律以首席制造师档期为满，暂不接受新预约为由回绝。公关稿立刻发，强调霞光锦的艺术孤品定位。搞定。至于黎大师那边，秦姨会草拟最正式的顾问邀请函，
之夏，你为他做的那件作品，将是我们工坊最好的名片。李大师，他想的不是占有，而是传承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夏溪村。我们村也有很多祖上传下来的手艺，可大家都吃不饱饭，没人有心思去传承了。我在想，霞光锦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，只能由我来做。但如果我能将其中一些基础的改良过的织法带回去，教给乡亲们，织出一种新的云锦。你是想在夏溪村复制一个工坊？可是村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好丝线，没有好染料，织机也都是些快散架的旧东西。技艺你来解决，其他的华珍集团来解决。华珍的非遗数据库里有最顶级的古法染料配方数据，材料科学部可以为你定制任何规格的特种蚕丝，但这一切都需要精确的参数，这方面你是唯一的专家。我明白，我这就把云锦需要的丝线规格、染料色谱，还有改良织机的核心图样都画出来。去吧，秦毅，我们去书房帮之夏把这份产业扶持计划完善一下。之夏，你回来了，姐，孩子，你这又是从仙界带回了什么宝贝？天爷啊，这是用天上的霞光织成的布吗？姐，它在动，上面的云在飘。娘，天佑这叫霞光锦，大小姐说很多人愿意买它。我想开一个云锦工坊，教您，教天佑，教村里所有的婶子大娘一起织一种新的云锦，我们一起吃饱穿暖。不行不行，这东西太金贵了，我们手笨，要是织坏了可怎么赔呀？娘，您听我说，我们不织这么金贵的霞光锦，我教大家的是改良过的云锦，一样能让咱们过上好日子。我要让我们的手艺走出这片穷山，让我们的孩子都能挺直腰杆做人，再也不用受人白眼，不用挨饿受冻。好，娘听你的。姐，我学，你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。各位叔伯婶娘，我姐的云锦工坊今天招募社员了，只要是手脚勤快的婶子大娘都可入社。工坊管3顿饭，顿顿有干的，工钱按月结，比镇上布庄的工钱高1倍。不签卖身契，只签入社的契书。管饭还顿顿有干的，怕不是糠咽菜吧？咱们被地主家骗的还少吗？工钱高1倍，做不完的活儿，怕不是要罚得我们倾家荡产。最吓人的是那句不签卖身契，那他们用什么拿捏我们？怕不是有更狠的招数在后头。各位婶子大娘，我云之下是什么人，大家心里有数。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作数。我信之下，上次就是之下给的种子，我还从没丰收过那么多呢。之下，算我一个，我这双手还能动，什么活都能干。好，孙大娘，您是第一个。这是您入社的预付金，您先收好。娘，开饭。所有今天入社的社员，现在就能领1碗肉，以后这就是我们工坊的伙食。肉，真的是肉，好香！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肉。我报名，我纺线最快了。还有我织布的手艺是村里最好的，之下收下我吧。排队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按手印儿。
各位叔伯婶娘，我知道大家都是冲着云锦工坊来的，更是冲着这的待遇来的。织锦，我们肯定要织，但霞光锦的丝线和染料太过金贵，织法也复杂，大家刚上手，万一损耗了，我心疼，大家也必定心慌。所以我决定，咱们的合作社分2步走。第一步，先做一种本钱低、好上手、销路广的东西，云皂。等我们用云皂赚到第一笔钱，大家心里有底了，再开动织机，专心织锦。今天就是我们合作社开工的第一天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！王嫂，火候要匀，不能急。孙大娘，搅拌要顺着一个方向，速度放缓，让它充分融合。之夏，坏了，我这锅它不出糊了，是不是我搅坏了？这一锅的油可怎么赔呀？孙大娘别慌，不是大事，这是碱水比例稍微失衡，还没完全皂化。没事儿，刚开始都这样，熟练了就好了。失败了的原料算我的，不用赔。这什么破地方，尘土飞扬，气味难闻。这鬼地方连口干净水都难找。下次绕道走，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。好清香啊！走，去看看是哪里传来的。站住！这东西是你们做的？什么名堂？此物名为云皂，是我们下西村合作社所制，不知管事有何指教？去油去污，却滑而不腻，洗完之后手上竟还留有余香。这不是凡品，比京城贵妇用的早稻还好上100倍。开个价，你们这云皂有多少，我全要了。我不灵脉，只签长契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不灵脉，只签长契，小姑娘有魄力。我乃通达商会首席采拜，这长契我签了，我以商会之名与你立约，每年预付你白银500两作为定金，所有出产的家等云皂，我以每100块50两银子的价格尽数收购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各位叔伯婶娘，这是我们合作社的第一笔定金，也是大家的第一笔工钱，按入社契书约定，今日发放。我家男人上山砍柴摔断了腿，郎中说再不治就废了。有了这钱，他的腿有救了，有救了！终于能去镇上买几斤救命的盐巴了。之夏，你就是老天派来救我们下西村的活菩萨，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是我们的大恩人。青砖是大瓦房，我这辈子竟然能住进这样的屋子。看到娘脸上的笑，看到天佑自己的院子里跑，就算要我把2个世界的路踏平，也值了。都多吃点儿，托咱们之下的福，以后天天都能吃上肉。天佑，怎么了？是饭菜不合胃口，还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姐，饭菜很好吃。那你怎么不吃？有心事就跟姐说，天大的事
我们一家人一起扛。姐，我羡慕镇上那些背着书册去读书的孩子。我想去白鹿书院，我想认字、学本事。等我学成了，就能考功名，真正的保护姐姐和娘，让我们家再也不受人欺负。可是，我听说白鹿书院的束修1年就要10两银子，咱们家刚和通达商会签了契，那500两定金是合作社的根基。我怕把姐姐拼命换来的钱都花光了。天佑懂事了，知道心疼你姐。之夏，娘知道你有大本事，可那500两银子是咱们合作社的根，是全村几十口人活下去的指望。这钱要是为了咱们自己家动了，咱们怎么跟乡亲们交代？万一再有个天灾人祸，这钱就是全村的救命钱，动不得啊！在诚心山亭，我见过少爷和小姐的书本堆成山，求知是再寻常不过的事。我的弟弟不能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娘，您的顾虑我懂，这钱是我们的底气，是我们的根。之夏，娘不是不心疼天佑，只是咱们这日子刚有点起色，娘怕呀。娘，守着钱，我们一辈子都只能是下西村的农户，永远在怕。可把钱花在人身上，花在天佑身上，我们云家才有真正的将来。天佑，抬起头来。想读书是好事，是天大的好事，你不用觉得对不起谁。姐，我真的可以去念书了吗？可以，不只是念书，要去就去镇上最好的白鹿书院。钱的事儿，姐来想办法。姐，你是我弟弟，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你的膝盖要留着跪天地君亲师。苦了你了，把这家里的担子都扛在自己肩上。娘，我不苦，看着他们有出息，我干活才有盼头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，光耀我们云家的门楣，再也不让你这么辛苦。明天一早，我亲自带你去镇上，敲开那白鹿书院的大门。准备好了吗？今天咱们就去白鹿书院。姐，我准备好了。麻哥，您瞧那云家的新瓦房，青砖亮瓦，比村长家的还气派。这云之下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运，这世上哪有运？只有见不得光的财。之夏呀，带着天佑这是要去镇上？是啊，孙大娘，我带他去镇上看看，想给他们报个学堂。哎呦，那你们可白跑一趟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大娘，出什么事了？那白鹿书院今早刚贴的报告，说山长家里有喜事儿，半个月内一概不见客，不收新学生。我寻思给我家那小子也问问，结果吃了个闭门羹。只是半个月不收，那还好。好什么呀？我还托人打听了，那谷秀又涨了，1年12两白银，还说只收男丁，女娃娃想都别想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天佑别难过，姐姐一定会想办法整更多钱的。
狗哥，我按您吩咐盯了他好几天，发现个大秘密。他每隔1-2天就背着个大背篓去库朗省，去的时候空空的，回来是鼓鼓囊囊。库朗岭，那地方连狼都不拉屎，他去干嘛？我猜他肯定是在山里藏了钱。蠢货，谁会把钱藏在那种地方天天取？他那是在跟人接头。库朗岭那口古井就是他的交货点，他肯定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那咱们……他今天去镇上扑了个空，明天必定要去库朗岭补货。明天咱们就在古井那儿守着，等他交易的时候人赃并获，老子不仅要把他的财路断了，变成咱们的，还要连本带利讨回上次那一脚的仇。狗哥，咱们都等1天了，他到底还来不来？蠢货，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肯定要等深夜无人呢。咱们今天守在这儿，就是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来了，别出声。马哥，他跳井了，人没了，见鬼了！这是什么邪术？水鬼，是水鬼！我奶奶说过，这口井里有水鬼，会拉人下去当替身。云之下被水鬼吃了。水鬼，对，不是吃了他。我明白了，他是被这井里的水鬼附了身。他家的青砖瓦房，他家的白面馒头，都是拿咱们村的生气换来的。生气？村里最近是不是总丢鸡鸭？三叔公是不是无故病倒？这都是他干的，是他在拿咱们的命换他家的白米饭。那还抢个屁啊！快跑！跑！为什么要跑？这是天大的把柄！走！快回去告诉大伙儿，让全村人来评评理，必须把这个祸害赶出下西村，不然我们都得没命。陈二狗，你这是被狼撵了还是怎的？瞧你这跟班都吓尿了！快跑啊！再不跑，我们下西村的人就都要没命了！大白天的，你在这儿好僧什么？我亲眼看见云川夏跳进了库朗岭的古井，他被井里的水鬼附了身。我也看见了，他跳下去，有一道诡异的蓝光，井里有邪祟。陈二狗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，开始胡说八道了？之下那孩子多好啊！好，她一个女人哪有能力挣来白面馒头和青砖瓦房？她肯定是和水鬼做了交易啊！她是拿咱们村的生气换的。你们想想，村里最近是不是总丢鸡鸭？三叔公好端端的，是不是突然就病倒了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家那只最会下蛋的老母鸡前天晚上就没了。三叔公确实病得奇巧，大夫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都是他干的，是他在拿咱们的命换他家的白米饭和大瓦房。要是他再待上10天半个月，咱们岂不是没命了？我的儿啊！我就说怎么总不见好，原来是这个祸害在吸我儿的命啊！天哪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必须把他赶出去，不然我们全村都得给他陪葬。大家都在呢，怎么了？大家的眼神为什么这么奇怪？刘嫂在家吗？是我，之夏。听说你家小宝夜里总哭闹，我用安神的草药做了个香囊，
挂在床头，兴许能睡得安稳些。不用了，我们用不着，你快走。刘嫂，你怎么了？工坊的人今天都没来，大家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。是村里出了什么事吗？你们说，陈二狗说的是真的吗？之夏他真的和井里的东西，他以前是好，可那蓝光还有三叔公家的病，太邪门了，我不敢想了。刘半仙儿，村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人心惶惶，大伙都需要个说法。说法？天灾人祸哪有什么说法？只要你帮我演场戏，坐实了云之下就是那井里水鬼的祸根，这袋米就是你的了。马哥放心，问鬼驱邪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让大伙儿都信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阴阳两界听我号令。我已问过地府阴差，我们村的灾殃，皆因那哭狼岭古井里的溺死鬼不安生。他附身在人身上，吸食我村生气，换取他的不义之财。鬼火，是鬼火啊！溺死鬼的宿主就是他，云之下。刘半仙说的没错，我亲眼看到他跳进古井的。乡亲们，为了保住我们的孩子，保住我们全村的命，绝不能让这祸根再在村里走动，必须把他抓住，送到祠堂去，求祖宗发落。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此等祸害，必须送去祠堂，求祖宗发落。送祠堂？等族老们磨着完，咱们全村的生气都被吸干了。听我的，这邪祟从井里来，就得让他回到井里去，陈井驱邪，才能保我全村老小。陈井驱邪，保我全村。陈井驱邪。乡亲们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之下不是邪祟。孙大娘，你忘了你家娃发高烧是之下半夜送去的救命药吗？李四叔，你身上这件新棉衣不是之下手把手教你婆妈织出来的吗？死老太婆，少在这废话！那点小恩小惠，就是他吸咱们命的迷魂汤，再挡道，连你一块沉了！不许你动我娘！我姐不是邪宿，你们都被这个无赖骗了！你天佑我的儿啊！你们吃的肉，穿的暖衣，哪一样不是我从牙缝里省下来给你们的？你们的良心呢？都被狗吃了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还想念咒，堵上他的嘴，拖走！天佑，快跟我走！还不快追！堵住那个井怪，别让他回井里去了！
往山上跑了，抄近路，去古井那儿堵死他们。跑啊！我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今天不把你沉了，我陈二宝跟你姓。天佑，抓紧我！姐，我怕……信阿姐，闭上眼，我们回家。把旁边那个废弃的石磨盘给我滚过来！把这口井给我封死！我要让他们烂在里头！快点，一群蠢货！真的带着天佑穿过来了。天佑，你怎么样？让姐看看你的伤。姐，背好疼。别怕，天佑，姐在。这里是哪儿啊？之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古人的服饰，突然出现的人，古井的异常能量波动。他不认识集团的信用点，对智能管家系统感到恐惧，却掌握着早已失传的霞光秀。原来如此。少爷，大小姐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骗了你们，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什么都说，我把自己从古代坠井穿梭两界的事全部都告诉你们，只求你们发发慈悲，救救我弟弟，他快不行了。先别哭，让我看看他的伤。大小姐，奴婢罪该万死，不该欺瞒您和少爷。他的性命比你的欺瞒重要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们家乡大禹王朝连年大旱，朝廷苛政猛于虎，村里的树皮都被啃光了。我在库朗峰坠入古井，才来到这仙境一样的地方。我只是想用在这里挣的工钱换些粮食，让我娘和弟弟活下去。这里不是仙界，这里叫现代，你可以理解为是你们大禹王朝几百年之后的世界。姐，别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们。你的遭遇就像古籍里记载的故事，如今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有帮助你们的意愿。少爷，你不需要自称奴婢，在诚心山阁，你就是云之下。你听好，只要你们愿意，诚心山寨以及我顾夜白能庇护的所有地方，永远是你们的避风港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先带天佑去处理伤口。多谢少爷，多谢大小姐。别担心，前面就是家里的医疗室，我已经让青姨和秦姨去给你们准备房间和干净的衣物了。有劳少爷费心了，这门他自己开了。姐，那边妖镜里有个人，他不仅学我的样子，还能看穿我的五脏六腑，这是摄魂术吗？昭儿，别胡说，那不是妖法。过来，它叫智能健康瓶，只是把你照出来了，你摸摸看，
感觉一下。真的是影子，好生奇怪。欢迎光临，检测到访客情绪紧张，需要来点舒缓的饮品吗？铁皮做的傀儡，他还会说话。他叫小珍，是来送喝的。你想喝点什么甜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来一杯鲜榨的蜜桃汁，常温。姐，这个甘露像是把一整个夏天的熟透的果子都融进了水里，太好喝了。少爷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麻烦你了，李医生，给他看看伤。少爷放心，只是脚踝轻微扭伤，软组织挫伤，骨头没事。额头是皮外伤，已经做了紧急处理，我再给他用修复凝胶处理一下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太好了，多谢少爷，多谢李大夫。姐，你看，那些大鱼在屋子里游，它们是真的吗？那是假的，是光投出来的影子，一种幻术。不过，这个是真的。谢谢少爷，这个仙人世界真好。秦姨，请到医疗室来一下。少爷，给这位小客人准备最好的客房，带他去休息。小少爷，我带你去一个很舒服的房间睡觉，好不好？谢谢秦姨，姐，我先去歇息了。天佑平安了，可娘还在下西村。我打伤了陈二狗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万一……天佑已经安顿好了，你不必担心。先生，我担心我娘，陈二狗那个村霸肯定会带人去报复。我娘她腿脚不便，万一他们……我知道，你先定下心神，我陪你一起回去。你要陪我回下西村？是。陈二狗之流，不过是利用了村民的愚昧，煽动他们对你的恐惧。要解决问题，就要从根源上破除他们心中的谬论。我陪你回去，帮你澄清一切。少爷大恩，知下没齿难忘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走，我们先去看看通道的情况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怎么会这样？古井，通道的能量正在删退，结构极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彻底坍塌。一旦完全崩溃，就会形成不可预测的时空裂隙，任何进入的东西都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娘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。云之下，冷静点，现在跳下去只会被卷进虚空，撕成碎片。我不管，通道要是塌了，我娘就死定了。陈二狗会打死他的，我必须回去。娘！啊！云之下，不，这不是只靠勇气能解决的问题。不行，这样下去只是多一个死人，必须稳定住能量场。通道关闭了。
云之下。能量蜕变留下的量子痕迹一定还在，一定在。我还活着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从妖女家搜出来的妖物，不化不烂，肯定是她用来诅咒我们全村的。把他家烧了，把跟他家来往的林秀英也抓起来，用火烧死，才能断了这祸根。不是的，那只是之下带回来的水瓶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！滚开！老子亲自来！巨人生事，意图毁人财产，伤及性命，谁给你的权利？你是什么东西？穿得奇形怪样，你是从那妖井里爬出来的妖怪！大家别怕，这肯定是那妖女的同伙，看她背上那古怪的包袱，定是藏了什么妖物。对，他跟妖女是一伙的，一起打死，为民除害。之夏是你吗？你快跑啊！别管我，娘！站着别动，上！都给我上！打死这两个妖怪，村子才能安宁。谁敢后退，我先废了他！聚众行凶，毁人庐舍，在哪朝哪代都是死罪。你们还想不想活了？你是主犯，他们是从犯。官府的刀砍下来，第一个砍的就是你。你觉得，你身后这些人，有哪个会站出来替你偿命？怕什么？他就是这妖女的同伙。你们看他穿的，这衣裳光滑的像剥了皮的蛇，连个补丁都没有。正经庄稼人谁穿成这样？他也是从那井里爬出来的妖怪。好像是有点古怪。对，连他一起打死这两个不祥的东西，咱们村才有活路。上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天雷，他手里能放出天雷。神仙，是神仙老爷，神仙饶命啊！都起来吧。我不是什么神仙，这也不是什么法宝，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，而她，云之下，更不是什么妖女。她这段时间带回来的粮食和钱财，全都是靠她自己那双勤劳的手，凭借失传的云锦织造技艺和精巧的竹编工艺，在我的家乡换来的。可是陈二狗说他跳了那口冒蓝光的井，那是连通我们两个家乡的通道，不是什么妖精。云之下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让他的家人，让你们整个村子
能吃饱穿暖。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有疑虑，今晚我会用事实向你们证明一切。现在，请大家先散去。少爷，谢谢你。去安抚下你娘，今晚我们彻底把这事解决。少爷，我娘睡下。今晚您要怎么向大家证明那口井的事太匪夷所思了？在证明之前，得先把垃圾清理干净。你别过来！你这个怪物！少爷，您真的有办法吗？让他们相信另一个世界？语言是无力的，那就让他们亲眼看到。这个叫投影仪，一种可以记录和重现影像的设备。投影仪？我来的时候记录了一些诚心山房和我家乡的景象。今晚我就让下西村的村民亲眼看一看，你到底去了个什么样的地方。老天爷，那楼是拿山垒起来的吗？怎么能那么高？看那个铁盒子，没有马拉着，跑得比咱们送信的快马还快。那个铁鸟翅膀又不扇，怎么飞在天上的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那么多粮食，堆得像山一样。要是咱们村有这么多粮食，我娃就不会饿死了。乡亲们，这不是什么神仙府邸，这是我的家乡，一个靠着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才变得富庶的地方。我们称这种智慧为科技。你们看到的楼、车、飞鸟，都是靠着这种手艺造出来的。而云之下去的地方，就是那里。他靠着自己的一双手，用你们村里的团扇，用他家传的手艺，赢得了我们那里所有人的尊重。他用赚来的钱，买来大米、药品、衣服，带回村里，是为了让你们也能过上好日子。他所有的财富，都是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赚来的。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妖精，更没有什么吸人精气的鬼话。一切都是这个叫陈二狗的人，为了抢夺云之下辛苦换来的财物，恶意编造的谎言。谢谢你。别杀我！打死你这个挑拨离间的畜生！你害我们差点就成了忘恩负义的凶手。我们都信了你的鬼话。知夏姑娘可是咱们村的恩人啊！知夏，大娘对不住你，我们真是猪油蒙了心。
差点就害了你全家啊！是啊，知夏，你给我们送粮送药，教我们手艺，我们却听信谗言要烧你家，我们不是人。孙大娘，大家快起来！我知道你们也是被蒙蔽了，我不怪你们。真正坏事做绝，想要我们全村人命的，是他。既然乡亲们已经看清了真相，这个人该如何处置？饶命！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都是我鬼迷心窍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！把他拖到祠堂去，让三叔公来发落，按村规处置。对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，必须让他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。谢谢你，顾先生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知夏，我们对不住你呀！孙大娘，大家都起来吧。事情过去了，我知道大家也是被蒙蔽了心智，真正的恶人已经被押去祠堂了。知夏，三叔公已经在祠堂等着了，要开祠堂审这个畜生。村里的老少爷们儿都得去做个见证。对，我们都去，亲眼看着他受罚，不能让他再有机会害人。不，惩罚他是理所应当，但光有惩罚不够。陈二狗这样的人为什么能煽动大家？因为我们穷，因为我们怕，因为我们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不被饿死。只要我们还这么穷，这么怕，今天赶走一个陈二狗，明天还会有张二狗、李二狗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会带领大家用我们的双手织出最好的布，种出最多的粮食。让我们下西村再也没有人会挨饿，再也没有人会因为一点点挑唆就互相猜忌。走吧，我们去祠堂。我要去亲眼看着我们下西村的规矩是如何斩断这罪恶的根，也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新的日子将从今天开始。不好了，陈二狗跑了！都站住，别乱！他是丧家之犬，跑不远。他能躲的地方只有一个。本想在祠堂按规矩审他，既然他自己不要脸，那我们就打上门去，让他看看下西村真正的规矩。知夏，大娘对不住你，要不是你给的救命药，我家那口的腿就废了。我拿了合作社预付的定金，转头就想去砸你的工房，我不是人。各位叔伯大娘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把你们的愧疚都变成力气，把我们的愤怒都对准该对准的人。走，为下西村合作社清理门户，清理门户。哥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被……别废话，快把东西都拖过来！堵死！他们来了，全村人都来了！废物，都是废物！
剥离间的畜生！他差点害死我们全村人！不能留他！乡亲们，住手！之夏，你让开！这种人不除，我们夏溪村永无宁日。为了这种人渣，脏了你们的手，不值。他煽动人心，破坏合作社的生产，这些损失必须让他加倍偿还。顾先生说的对，咱们合作社有合作社的规矩，凡是蓄意破坏造成集体损失的，必须以劳动进行赔偿。从今天起，陈二狗和他这些同伙将在合作社的监督下进行劳动，他们所得的工分，除了扣除每日基本口粮所需，其余将全部计入公共账上，直到赔偿清所有人的损失为止。好，这个办法公道，让他用自己的手一点点把亏欠咱们的还回来。对，让他亲眼看着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他自己就得老老实实干活赎罪。唉，解决了人祸，可这天灾再不下雨，地里的庄稼就全完了，到时候大家还是得饿肚子。少爷，人祸解决了，天灾我们也可以试试。跟我来。我用探地雷达扫描过，这棵古榕树下方是几条地下暗河的交汇点，只要从这里打井，我们就有用不完的水。天哪，这是仙家法器吗？有救了，我们的庄稼有救了！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敢在竹脉神木下动土，是想惊扰祖宗，断我夏溪村的根脉吗？三叔公，您别急，顾先生是在帮咱们打井救命啊！胡闹！为了活命就可以不要祖宗了吗？这神木护佑我村数百年，它的根就是我族的根。老人家，我们的钻头经过精密计算，可以完美避开主根系，不会伤到神木。祖宗之根，岂是你们这些铁器能看清、能避开的？今日谁要动这神木一寸土，就先从我们这些老骨头和列祖宗宗的牌位上压过去。三叔公，各位叔公，地里的庄稼就快枯死了，那是全村的命啊！人没了，可以再生；根脉断了，夏溪村就亡了。少爷，算了吧，这井我们打不成了。是我太想当然了，我忘了，对村里人来说，祖宗比天大。我一直在想怎么用科学说服他们，但我错了。这不是科学与迷信的对抗，而是生存与孝道的抉择。对他们而言，敬畏祖先是比活下去更重要的事。强行推进，只会让他们用生命来捍卫尊严。我不能赢，我必须让他们自己选择一条两全的路。之夏，别哭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一个既能让列祖列宗安寝，又能引来甘泉，救活全村的办法。各位叔公，晚辈并非要与祖宗作对，恰恰相反，我正是想顺应祖宗的意，为夏溪村求一条生路。祖宗权是夏溪村的根脉，这一点晚辈深信不疑。但泉水枯竭，并非祖宗要断我等生路，而是这地下的水脉改了道，祖宗权的力量被困住了。我们不必在祖宗权的旧址上动土，那是大不敬。我们就在这里打一个探井，此举并非挖掘，而是疏通。我们是想为祖宗权沉睡的水脉引一条新的通道，让它重新苏醒，福泽后人。引一条新路，说得轻巧。你如何保证不会惊扰列祖列宗的安寝？我保证，绝不触碰祖宗权旧址分毫。如果这里打不出水，说明是晚辈会错了意，我们立刻停工走人，绝无二话。可如果出水了，那就说明是列祖列宗感念大家活得艰难，同意我们为全脉改道，
是祖宗显灵赐福于我们。这只要不动祖宗权的旧旨，倒可以让你试试。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若是惊扰了祖宗安康，让我们下西村遭了灾，我们几个老骨头第一个跟你拼命。一言为定。10米了，出湿泥了，水，真的是水，甜的，是甜的井水，祖宗全显灵了，是祖宗们把水分留给我们了，打，接着打！顾先生，知下，之前是我们几个老骨头糊涂，差点会错了祖宗的意，错怪了你们。老人家言重了，大家有水喝就好。太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因为没水喝渴死了。顾先生，知下，等祭拜完祖宗，我们全村必须摆宴，好好感谢2位大恩人。三叔公，大家有水喝，比什么都强。知下，别愁了，能有水喝，已经是祖宗显灵天大的福分了。可是大娘，地里的庄稼……是啊，水来得太晚了，那些地都干枯了。就算是你之前给的高产种子，没水浇灌，也都在地里活活渴死了。孙大娘说的是，现在补种还来得及吗？秋收可就快到了。就算有水，没了收成，这个冬天怕是还是要挨饿。乡亲们，祖宗赐下甘泉，是给了我们活下去的根，但光有根还不够，我们还要枝繁叶茂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。孙大娘的担心，也是我的担心。时间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，所以，我为大家准备了第2份大礼，一种不畏时节、遇水疯长、产量数倍于小麦的神农仙种。顾先生，您引来甘泉，是我全村的恩人。可这仙种，当真有您说的那么神？天爷，这稻种是金子做的吗？咱们的粟米跟它一比，简直就是土疙瘩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水是活命的根，粮食是填肚子的肉。这东西看着邪乎，万一只是中看不中用呢？知下之前给过高产种子，那确实是好东西，可那也是咱们认得的种。这次顾先生要咱们全村都换上这个，万一颗粒无收，那可不是断粮，是要绝户啊！就是，咱们祖祖辈辈都信奉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要朴实，这么金灿灿的，怕不是什么妖物会吸干地力，以后这地就废了。三叔公，各位乡亲，我虽不认得这仙种，但我信顾先生。他为我们引来甘泉，又怎会存心害我们？知下，你的心我们明白。顾先生，乡亲们的话糙理不糙，经历了陈二狗那场人祸，又遇上这场天灾，我们下西村实在是再也经不起任何风浪。这仙种，我们赌不起，也输不起了。我明白了。既然言语无法让大家安心，那就让土地自己说话，我们自己种，种给大家看。之下，我们就在那儿开一块试验田。
这哪里是坐地，这分明是仙术。这才几天功夫，就要赶上收成了。你看那稻穗，一串上头的米粒，比咱们一整颗粟米结的都多。长得再好有啥用？越是好看的蘑菇越有毒。对，谁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吃？万一吃了肠穿肚乱，那不是更惨？我看知夏他们就是白费力气。等到开镰那天，大家就知道这究竟是救命的鲜粮，还是中看不中吃的毒草了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哼，装的倒挺镇定。等会儿开镰是龙是蛇就知道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少爷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乡亲们，这就是金丝香稻。天爷啊，这一把比咱们种的粟米一整颗结的都多。好米，真是好米！就这么一小块地，收的米比咱们村10亩地都多。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产量再高有啥用？别忘了，云之下还没吃呢，万一这米有毒呢？大伯说的对，我说过，是鲜粮还是毒草？我会第一个为大家验证。嫂子们，劳烦生火煮饭，就用这新米。好香。看来是救命的鲜粮。知夏，是我老头子有眼无珠，是我该死。求你把这鲜粮分我们一口吧。知夏，我们错了，求你救救我们，理事长，求您给我们一条活路吧。大伯、三叔公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理事长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们糊涂。您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不起来。是啊，理事长，我们之前还质疑你，差点误了全村的活路，你就罚我们吧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说什么罚不罚的？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最要紧的是往后。大家先起来，听知夏说。跪在地上，怎么听他安排大家过好日子？乡亲们信我，叫我一声理事长，我云之下就担下这份责任。这第一批金丝香稻收成有限，不能让大家立刻填饱肚子。但是这锅饭就是我们好日子的开头。今天每家每户都分一碗，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尝尝这鲜粮的味道。尝尝希望的味道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的就是我们全村的种子。我要带着大家，把村里所有能开垦的地都种上这金丝香稻。大家放心，我已经备好了足够的五色熙壤和农具，保证人人有份。我会手把手教大家怎么育苗，怎么插秧，怎么侍弄。只要大家肯下力气，我保证到了秋收，家家户户的粮仓都能堆得冒尖儿。不仅如此，等粮食多了，我们下西村合作社还会统一收购，通过通道运出去，换成实实在在的银钱，让大家不但有饭吃，还有钱花。有饭吃，还有钱花。
我老婆子这辈子没敢想过这种好日子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听理事长的，回家准备家伙，开荒去。乡亲们，先别急。开荒不急于一时，大家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啊！我的天，光闻着这股香气，我这辈子的口水都流干了。这就是大家之前说的长得像毒草的东西。今天就请大伙儿都来尝尝，这毒草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哎呦，顾先生可别揭咱们的短了，我们那是有眼不识泰山。理事长，我老婆子之前嘴臭，还误会过之下有眼不识泰山。这第一碗希望就让我这个糊涂人先尝，用这鲜凉的香气洗一洗我这颗糊涂心。大娘，咋样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我的老天爷啊，这比过年那片肥肉还香，又糯又甜，嚼一下，那股甜香的汁水就在嘴里炸开。啥？快，理事长，给俺也尝尝。香，太香了！这米饭嚼着就回甘。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，这就是神仙吃的米吧？理事长，顾先生，我服了。我王二牛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今天这碗饭我吃明白了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我再生父母，您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我等誓死追随理事长，开荒辟土，万死不辞。乡亲们的心意我明白，想学我就教。明天一早，所有人还是在这里集合，我亲自教大家怎么育苗，怎么用这五色息壤。好，听理事长的，都听见了没？理事长金口玉言，明天谁敢迟到，我打断他的腿！现在，都回去把今晚这口饭的滋味给记死了，这就是咱们未来的好日子。乡亲们，今天我教大家怎么用这五色息壤育苗。第一步，先把土翻松，1亩地掺3斤息壤，拌匀了再播种。理事长，我王二牛别的不行，力气有的是。这块地我包了，保证比别人快1倍。哎呦，我的傻二牛，你翻完就采，那不是白翻了？你看看你把地踩的跟石头似的，种子下去能发芽吗？我这不是心急吗？想着多干点儿。二牛哥，力气用对地方才叫本事。你翻得快，但踩实了，种子就扎不下根。咱们合作社要的是精细活，不是蛮干。我知道，大家急都是想多挣工分，多收粮食，但咱们种地跟织布一样，织得再快，针嚼乱了就是废布；种得再快，地没整好就是白费力气。理事长说的在理，我老婆子别的不行，就是手稳。育苗这种细活交给我来示范，成不？瞅见没？要像撒盐一样匀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多了烧苗，少了没用。工分制、品级制，再加上今天这手把手的教法，合作社的规矩算是立起来了。但光有规矩还不够，得让大家看到，守规矩的人能比耍小聪明的人多得好处。少爷的意思是，得让大家尝到甜头。对，第一批收成除了留种，剩下的我来联系买家，价格
会比镇上粮铺高出一截，让大家亲眼看到，守规矩、出好货，能换来真金白银。乡亲们，顾先生说了，等咱们这一季收了粮，他亲自帮咱们找买家，价格比镇上粮铺高，但前提是，咱们的粮必须是上等品。谁要是偷工减料，以次充好，那就是砸全村的饭碗。那还等啥？快教我怎么把地整得最好，我可不想拖后腿。对，咱们好好学，种出最好的粮，卖最高的价。以前咱们种地是为了不饿死，现在种地是为了过好日子。孙大娘，您这手艺是村里数一数二的。理事长过奖了，但这云纹处跳了一针，还有这收边线头松了，外头的客人对细节看得极重。理事长，我这就改。按照规矩，这匹云锦只能算中等品，工分照算。但是只要您把这处瑕疵拆了重织，能达到上等品的标准，我不仅给您算上等品的工分，还额外再加1分奖励。哎，鲁市长放心，我保证给他织得天衣无缝。孙大娘大有长进，针脚细密，披丝匀沉，这能算加等，记5公分。瞧见没？听理事长的，没错。总之是，您瞧，我这幅繁花似锦，绝对是咱们村的头一份。李二，你为了让颜色更艳，在披丝时偷了工序，用了急功近利的浮色技法，这里的妆花过度出现了跳针。理事长，您这眼神也太尖了，就那么一小下不碍事的，为了这点小事儿就否定我几天的辛苦，不公道吧？下西村合作社的规矩，第一条就是诚信。手艺上的瑕疵，就是对买家的不诚信。卖给顾先生家乡的贵人，他们哪里看得出这个？你就是拿规矩压我！大家过来，在我的家乡，验看这种顶级的织品，用的就是这个。在这种镜下，任何一个跳针都无所遁形，如同白纸上的墨点。这一处跳针，会让这批云锦的价值从一件艺术品贬为次等品，价格实不存一。好你个李二，你这是要断了全村人的活路！按照规矩，此件作废，0公分。念在你并非有意偷懒，而是急于求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今晚你留下来，我亲自教你如何处理皮丝过渡，如何让妆花衔接的天衣无缝，直到你完全掌握。下西村合作社不养投机取巧的懒人，但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愿意学好的匠人。谢谢理事长。下一枚。孙大娘，这朵牡丹收针的地方利索多了，您这手艺已经能拿出去卖了。还不是理事长您手把手教的，我这笨手笨脚，拆了8遍才绣出这么一朵像样的花来。姐，我去学堂了。路上当心，放学别贪玩，早点回来帮娘理线。知道啦。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做什么？
我掉进这口井的时候，以为这辈子完了。那时候我饿着肚子，我娘病着，天佑连一口热粥都喝不上，我连死的力气都快没了。可是现在，工房里有20多个妇人在绣花，天佑背着书袋进了学堂，孙大娘逢人就说我是她恩人，我娘也能直起腰走路了。这口井把我带到了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。以前我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可现在我好像有好多家人了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下西村的人离不开你，诚心山房也离不开你。你要是累了，随时可以回去。理事长，可算找着您了，您快来看看。我家那口子非要跟我说，我绣的花比不上王二嫂的，您给评评理。大娘，您绣的牡丹花瓣饱满，王二嫂绣的兰草线条清秀，各有各的好。那还是我绣的好。之夏，你看这地，往年这个时候早就干裂的能塞进手指头了，可现在有水了，有种子了，地也活了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心里也有了盼头。之夏，是你把咱们村从阎王手里拽回来的。三叔公，您别这么说，地是大家一起种的，水是顾少爷带人打的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那你也跑得比谁都勤快。姐，你看，我今天学会写云字了，写的比昨天好多了。明天继续练，把柚字也学会了，就能写自己的名字了。之夏，你又要回那边去了？那边还有事儿没做完，明天一早就走，不过过2天就回来。那你路上当心。我知道。走吗？太久不见了，秦姨该念叨了。我从前觉得，这口井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，送到一个遍地是宝贝的仙界。后来才知道，我真正找到的不是仙界，是能让我好好活下去的地方。回来了，厨房给你留着汤呢。明天东院工坊的改造方案要定稿，你早点休息。哟，我们大忙人回来了，正好我那绣样你帮我看一眼，总觉得配色不对劲儿。先喝汤，什么绣样不绣样的，明天再说。